24年发财大吉，星盘当中太阳上升、月亮、火星在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的人呢，明年财富分别要去哪里找呢？视频要藏好，时不时看一看，发财会更有方向哦。先看金牛座，金牛座明年的捞财关键词是竞争与初心。北焦点这个时候在12宫，财富星木星呢是从1宫走向2宫。一方面呢，金牛座现在一定面临某种创新与争先，你们在与时间赛跑，所以占先机是明年金牛座发财的核心要点。不管做什么，不管做成什么样，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弄出来，舍弃掉要做更充足准备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按部就班的想法。明年呢，你们的机会是等不及你们做足准备才开始的。如果你们要彻底准备完的话，都要等到明年春末夏初的那个时候。所以呢，金牛座要跑到自己既定的一些计划前面，因为做得越快，赚得越多。只要做出来了，或者说只要金牛座能够做这个事儿，你们就可以去争取。比如说去争取应聘这方面的工作，不用管自己做得好不好，跟别人比自己怎么样。明年金牛座的财的特点就是只要去做就能赚，就能拿到机会，别人是竞争不过你们的。不过呢，这个地方听清楚啊，你们势必明年会卷入到竞争，甚至是某种公开的一种较量啊、争斗当中去。就算你们不愿意去跟别人搞，别人也会来搞你们。可是呢，这个市场容得下金牛座，也容得下其他人，所以金牛座明年不用去管别人带来的一些纷扰和影响。要是明年的工作计划，你们今年末、明年初就能够抓紧时间做出来，明年年中到下半年收益就会非常非常的丰厚，跟其他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财富星木星此时进入到金牛座星盘的财宫了。那么另一个发财重点呢，就是金牛座需要坚守住自己的初心，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动摇。金牛座现在以及接下来明年周围肯定会充斥着各种不同的一些声音，让你们这样子做更好啦，那样子做才对啊。但是你们要听自己的，因为北焦点现在的位置代表金牛座是当下最能够去深刻体悟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一个星座。所以呢，如果要说谁能够24年拨乱反正，带给人们信心，通过正途来发财，那就是金牛座。所以金牛座发财呢，要灌输自己一个点，就是我做的就是对大家来说最好的，充分考虑到所有人的需求的一个东西，坚持住这一点，明年财就很好。当然具体还是要以个人星盘为准啦，星座只是大方向。好，再是处女座，处女座明年这个财呢很与众不同，你们的财富关键词是扣保与身份。财富星木星从9宫走向10宫，简单说呢，处女座明年的财两种情况，你投别人，要么就是别人投你。你们不是靠一个一个人去聊，一个一个工作去做而去获得财的，而是要把所有的力气扣在一个工作任务上，或者扣在一个人上、一个项目上、一个事情上面，从而获得这项投入的整体的一个回报。从年头到年尾，处女座会感觉基本上是围绕一个核心任务在忙的，就是那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很庞大，是一件大事儿，或者是当中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到方方面面，然后又有一些前面的渊源以及现在的一些发展，因此需要处女座很谨慎的去处理。但是呢，这件事情如果处理得好，带来的回报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处女座明年不用分散精力去做很多事，接触很多人，只要运筹帷幄一个方向就好了，甚至你就抓准一个人就好了，带来的收益和前途就是持久的、稳定的、长远的。那这也带出来处女座另外明年发财的一个重点，就是身份。这个身份啊，不是说处女座要找准自己是谁，找自己呢明年是无用的，你们要找准自己是某某的谁谁谁。也就是说，你们对于他人来说，你们对于比如说某个项目、某个品牌、某个公司平台来说，你们是什么身份？这个呢，决定了明年会不会别人把财让给处女座来赚。它不是一种合作关系，有点像一种捆绑的附庸关系。所以呢，处女座明年也是可以母凭子贵、夫凭子贵的。这当然说明明年有一些处女座真的可以因为孩子而平步青云，运气变好。但是呢，它更大的一个比喻是，处女座会因为你花心思投入在某个东西上面，你们可能双方是融为一体了，是利益共同体。别人说到处女座的时候，就总会提到别人，提到别人的时候又会提到处女座，或者这个时候会给处女座带一个前缀，这个前缀很重要，可能是你管的项目、你的子民等等的。那你们要把这个身份去做好，重新去跟人去建立一种基于利益的信任和捆绑。那处女座只要这个身份能够获得认可，公关的很好的话，你们明年事业和财富都会上一个新台阶，因为你们明年的财是跟事业形象直接挂钩的。当然这是星座大方向，具体的要以自己个人星盘为准。再来是摩羯座，摩羯座跟处女座就是完全相反，你们明年的发财关键词是内核与家园。一方面呢，记住明年重点在内里，不在外在。财富星木星从5宫走向6宫，北焦点在4宫，代表摩羯座不必再叠加新的一些业务新的身份了，你们已有的身份已经太多了，或者说过去打下的基础和名号资源已经非常够用了。所以呢，24年想要发财，先要减少对外的向上社交啊，或者是往外社交啊，减少参加各种聚会啊、各种局啊、拉各种关系啊，少聊天、少刷网。因为明年客户不会因为摩羯座跟自己多聊了一会儿，或者说你看起来好像很高大上，或者说你送一个东西给他，和他交好，明年他就在你这边消费了，明年就给
给你投某个资。反过来，明年如果想要让他人给自己加薪付费啊，关键呢是在于摩羯座自己的核心内容是不是能够去打动人。因为摩羯座呢，明年有一个业务提升的一个运，会在原本就做得不错的方面进一步把它做得更专业化、规范化、逻辑化、秩序化。所以在别人看见你们的那个瞬间呢，摩羯座可以把准备好的一些业务水平和感染力去展现出来。因此很好的地方是摩羯座明年发财其实是不跟这种领导有关的，你要是业绩好的话，你就是能够骑到老板头上的那个人，所以明年是不太需要贵人的。那这里要注意啊，这个内核包括3个方面，一是情绪内核要稳，2是身体内核要硬，3是团队内部要牛，就是团队小组里面要协调好。如果这样做到，明年摩羯座在赚财方面就是事半功倍的。另一个发财重点是家，关于家怎么样打造，你的天地怎么样去布置，家庭这个大后方稳不稳，包括房子稳不稳，都关系到摩羯座明年的财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去清理房间，对于房屋里面的布局要重视，怎么样摆能够更旺自己的财和事业。2呢，要关心家人的健康和快乐，他们好，摩羯座明年的财就会越好。3呢，这个家呢也代表跟家乡、故乡以及摩羯座过去有关的一些人事经历啊，这个呢也会关乎你们明年的财，所以要珍惜过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换来换去还不如从前的更好，可能过去的项目反而更赚财。那么父母、家人以及故乡是摩羯座明年的财富贵人和贵地，所以逢年过节多回老家，多祭祖，遵循老的一些文化传统，能给摩羯座带来明年的财富。当然具体还是要以自己的个人星盘为准，星座做个参考。那祝所有的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明年选攻取克，聚精会神，发财致富，好运啦！我是艾达帆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我们下期见，拜拜。